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中国车市正在上演史上最大的大淘沙。德国慕尼黑车展上，比亚迪高管直言，100多家新能源车企里，可能有100家要被清场。就算最后只剩20家，他还嫌太多。这不是市场客套话，而是一纸来自行业老大的死亡判决。问题是，这场淘汰赛根本不是市场自由竞争，而是北京设计的练蛊实验。先撒几百亿补贴，把你养肥，再撤掉补贴，关门放狗，逼你血战到底。供应商被迫15%降价，回款要等将近1年。地方政府背上债务车轮，企业为求生疯狂融资。如今，国产股王冲出国门，却正面撞上欧盟17%到38%的反补贴税，以及美国100%的关税大锤。这场国家级豪赌，赢的是全球份额，还是把金融风险留在中国内部？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科日前在德国慕尼黑车展上说，中国的汽车市场即将迎来一场大规模的洗牌，可能有100家车企会在这场竞争中直接出局。他甚至还补了一句，就算最后只剩下20家，其实还是太多了。中国现在有130多家新能源车厂，龙头企业的高管却公开预言，这里面绝大多数都得倒闭。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健康市场的发言，而更像是一场大淘赛的判决。在吹响中场哨之前的警告。要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你必须先懂一个词，最近在西方也越来越流行，叫做内卷。这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良性竞争，良性竞争是你努力我努力，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都有赚钱。内卷不一样，它描述的是一种过度的毁灭性的竞争。想象一下，在一个电影院里，第一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了起来，结果逼得后面所有人都得站起来，最后大家视野还是一样差，但所有人都更累了。这就是内卷，没有人是赢家，只有不断增加的投入和不断减少的回报，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向下竞争。在中国的电动车市场，这场内卷的具体表现就是一场杀红了眼的价格战。导火线是2023年初特斯拉的降价，但真正把它变成核武器级别的战争的是中国自己的国家冠军比亚迪。他们某些车型的折扣居然高达34%，这一刀下去，整个市场都疯了。蔚来、小鹏、理想这些新创公司被迫进入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阶段，赚钱已经不重要了，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目标。结果是什么？利润全面蒸发，就连比亚迪这样的巨头，利润都大幅下滑，没达到分析师的预期，股价暴跌。你想想，老大都这样了，那些根基不稳的小公司呢？很多公司都在烧掉几十亿美元，只为求生存。这就是比亚迪高管说要倒闭100家的底气。如此惨烈的淘汰赛，并非市场自然运作的结果，它是一场由政府在背后主导的有意为之的残酷设计。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送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过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 DASHIJU， 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风险使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很多分析都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北京的电动车产业政策，一个炼蛊敏。什么是蛊？就是古时候把一堆毒虫放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让它们互相厮杀，最后活下来的那一只就是最强的蛊王。中共的产业政策就是这么干的，它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市场，而是要用最残酷的方式筛选出几个能在全球市场上称霸的国家冠军。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分2步走。第一步，疯狂催熟，搭建角斗场。国家和地方政府向这个行业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补贴，光是比亚迪一家在2018到2022年间就拿了37亿美元的直接政府补贴，整个行业的总支持金额估计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些钱的目的很明确，帮消费者降低购买成本，帮制造商减少研发和生产开销。有数据做过回归分析，比亚迪销售额变化的83%都可以用政府补贴来解释。这就是赤裸裸的政策催熟，结果就是中国一下子冒出来500多家电动车公司，这是有意为之的产能过剩，一个拥挤不堪的角斗场就这么建好了。第二步，突然断奶，关门放狗。等市场被催肥，无数玩家涌入之后，政府开始逐步取消这些补贴，这就等于是撤销了安全网，然后对所有角斗士说：好了，现在开始，你们自相残杀吧，活下来的才是真英雄。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毁灭性的价格战和内卷。这场混乱正是中共想要的，它就是要通过这种极端的压力测试，筛选出那些最强大、效率最高，比如比亚迪，让他们在国内的血战中存活下来，成为准备征服全球的蛊王。同时，他们还建造了一个围墙花园，比如在2018年之前，外国车厂必须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运营，这就给了中国伙伴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学习甚至转移技术。购车补贴的设计也是巧妙的偏袒本土品牌，这种国家级的豪赌确实锻造出了几个巨头。但是为了这几个股王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场残酷游戏对中国经济本身的伤害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种先催肥再厮杀的产业模式是高明之举还是饮鸩止渴呢？把您的想法留在评论区，我们来讨论一下。当我们惊叹于中国电动车的成功时，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有多少齿轮正在崩溃。这场由政府导演的大戏正在从3个层面严重地伤害中国自己的经济。第一个受害者是被金融武器化的供应链，这是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一环。汽车制造商在价格战里利润被榨干了，怎么办？他们系统性地把这种痛苦转嫁给了上游的供应商，手段极其粗暴。首先是压价，供应商被要求提供15%甚至更高的折扣，不答应就可能接不到订单。一位供应商承认，如果我们不亏本接这个订单，别人也会接。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这直接导致了品质的妥协。供应商为了控制成本，开始用等级更低的材料，给车辆的长期可靠性埋下巨大隐患。有高管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客户想要的是消费级的价格，汽车级的可靠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怕的是，这种压力扼杀了创新。供应商们担心在下一轮低价竞标中失去合约，根本不敢投入资金搞研发，导致研发预算被大幅削减。这是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但最狠的招数是金融武器化。你们知道中国车厂的付款周期有多长吗？数据是惊人的。2023年，比亚迪的应付账款周期接近300天，蔚来是295天，小鹏是221天。这是什么概念？作为对比，丰田的付款周期是53天，本田只有32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拖欠付款了，这相当于是整车厂从供应商的资产负债表里提取的一种无息贷款。供应商在等着将近1年的回款时，自己还得去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营，承担巨大的财务风险。这种做法等于是通过金融手段直接把供应链的现金流吸干，让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规模不大的供应商要么破产，要么被低价收购。这是一种蓄意的系统性的整合，用金融窒息而非产品竞争来清理门户。第二个受害者是被深度绑架的地方政府。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崛起
和地方政府的推动密不可分。很多地方政府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投资和扶持本地的车企，以换取就业和税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合肥市政府当年对蔚来汽车的关键投资。这种模式等于是把电动车产业的成败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现在的风险在哪里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地方政府最依赖的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还要持续地为那些严重亏损的电动车企业输血，这无疑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地方债务问题。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规模估计高达55兆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每一笔投给亏损车企的钱，都可能成为压垮地方财政的又一根稻草，把产业风险传导到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中去。第三个受害者是不断失血的车企自身，即便是那些在牌桌上的玩家，日子也极其难过。我们拿蔚来汽车做个例子，蔚来是所谓的新势力代表，但它一直在亏损。今年它已经进行了2次公开融资，总共超过100亿人民币，但钱够花吗？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有句名言：以前看别人坐车觉得100亿太夸张，现在自己跳进来才知道200亿都不够花。这句话道出了行业的残酷现实。根据财报，蔚来在2025年上半年就亏损了大约117亿，从2016年到现在，蔚来累计净亏损已经超过了1300亿元人民币。尽管蔚来的 CEO 李斌表示，钱都花在了研发上，资产负债表很干净，并预判公司能在今年第4季度实现盈利，但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斌今年可以说是豁出去了，想尽办法吸引市场的注意。8月上旬，他和妻子王艺之现身超市逛街，逛完超市后，李斌现场秀了一把新款乐道 L90 的前备舱装载能力，他将采购的物品一件件放入前备舱，这无疑是一次非常巧妙的营销。至于新款 ES8， 李斌的操作更为简单粗暴，定价比上一代便宜了8万多，直接背刺了很多老车主，也吓了市场一跳。对此，李斌说，很多老客户表示不要太过于在乎他们的感受，认为未来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求生存的姿态，恰恰反映了整个行业的焦虑。从供应链到地方政府，再到车企本身，这场国家级的豪赌正在让中国经济的内部付出巨大的隐形的代价，整个系统的金融脆弱性正在不断增加。国内的战场变成一片血腥的红海，产能又是国内销量的3倍，那这些活下来的股王们必然只有一条路可走，出海。这就引发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性问题，一场中国电动车的出口海啸。数据非常惊人，2023年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在欧盟，中国制造的纯电动车市占率在过去3年里从大约3%飙升到了超过20%。面对这股浪潮，西方世界不可能无动于衷。欧盟在2023年10月发起了反补贴调查，认为这些车的价格是人为压低的。随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了临时关税，比亚迪17.4%，吉利20%，上汽集团最惨38.1%。美国的反应则更为决绝，拜登政府直接把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25%提高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100%。这里面可以看出美欧战略的根本不同。欧盟的关税更像是一种管理竞争的工具，他想把中国车的价格提到一个欧洲车厂可以与之竞争的水平，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而美国100%的关税根本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让进口变得不可能，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脱钩战略。当然，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应对，他们的策略很灵活，包括1. 直接去欧洲建厂，比如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来规避关税。2. 出口更多目前没被关税针对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3. 利用本身巨大的成本优势，自己消化掉一部分关税，不大幅提高终端售价。这场由中国国内内卷引发的全球溢出效应，不仅仅是贸易摩擦，它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汽车工业的格局，变成一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好了，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电动车的崛起到底是一个市场奇迹，还是一场高风险的国家级豪赌？通过今天的分析，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这并非一个系统的自然生长，而是一个国家工程的产物。它通过一个残酷的国内练股敏，
以巨大的内部耗损和日益积聚的金融风险为代价，成功地锻造出了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巨头。国内的战斗可能接近尾声，胜利者正在向全球扩张，但这场豪赌的最终成败还远未可知。幸存下来的龙头企业能否在全球市场上创造出足够的可持续的利润，来证明前期的巨大投入是值得的？中共政府是否有能力在不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前提下，稳妥地处理由此产生的巨大后果呢？当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西方世界要么从这个新现实中吸取教训并快速适应，要么就只能在一个自己曾经定义的行业中沦为被动的乘客。观众朋友，您怎么看？这场电动车大战的终局会是什么样子？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深度探讨。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